deliver up the crown, and to take mirth on the poor souls for whom his hungry world opens his rusty jaws, and on your head. 只要大佐你有耐心，我甚至可以背下整部亨利五世的剧本。精彩，真是太精彩了！不愧是许格森爵士身边的贴身翻译。哈哈，好啊好啊，一杯酒换来一份美差，太值了。大佐，您是胸怀如海，张某人佩服。潘先生，你的英语再好，恐怕以后没有什么用的机会了。今后还是应该多学学日本话才对啊。我学英语用了6个月，学法语用了7个月，学西班牙语用了10个月。李宁玉在德国3年，德文还不如我。语言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我想捡起哪样，就是哪样。刘先生，听说你是演员，别人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剧社呢，也曾出演过2部话剧。刘先生是怎么学的表演？我就是和一个逃难的英国人学过2天的戏剧。哦，那太惨。真是不好意思，有些琐事我要处理，诸位慢用。接下来就要仰仗张司令。他走了，这就算完了？完事儿了。这顿鸿门宴才刚刚开始。我走以后，带他们去见见我给人。如果老鬼把机密泄露怎么办？如果不给机会，老鬼怎么能跳出来冒这个险呢？来喝。各位，今晚也算是宾主尽欢了，不如就到这里吧。啊，大佐走之前吩咐我一会儿带诸位去东楼慰问一下为国尽忠的勇士们，也省得挂念。好啊，啊，大佐不来了吗？这不太合适吧？他们几个都是奉大佐之命执行秘密任务，这没有大佐监督，我们见面就不怕泄密？都是自己人，谈什么泄密？外人才需要保密，更何况钱虎义被刺一案，所谓的机密不过是为了司令部保存些颜面罢了。那好啊，我们就走吧。这是要干嘛？欲擒故纵，引蛇出洞。哎，王处长，大佐他一个人在杭州吗？有没有携夫人一起来中国呀？这个我不方便问。是不能问。他平时衣服都怎么换洗啊？有没有别的女人给他打电话呢？这些你都不知道吗？你不是什么特务处长，专门监视人的吗？诸位，这边已经等急了，这边请，这边请，来。
呀？小吴，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你可千万别犯傻啊！别干傻事儿。吴志国，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迟早杀了他。就算你弄死我，我也把你牢笼大破。我答应你。来人，送吴大队回去休息。嗨！吴大队，我要是你的话，就趁刚刚这会儿跑他娘的了！小梦，这里太危险了！谁让你过来给我丢人现眼的？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我算是看透了。这男人呢，我服你，不是畜生，就是废物。也只有金处长有点人味儿。滚！小梦，顾上尉，消消气。你躲开！李宁玉，你少在这给我装蒜！咱们俩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人家龙川大佐已经找过我，让我去上海。等下次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就是外务省官员的助手了。我告诉你，两条路，选哪一条，你自己想清楚。今天这都什么事儿啊！我呸！晦气！自从沾上了你呀，我就没过上过一天好日子。一定是他，一定就是那个吴志国。大佐，我基本可以断定，吴志国的行动就是一个信号，他就是为了传递他被囚禁在这儿。今天晚上吴志国可一个人也没来，他是通过什么人来传递这个消息呢？可是其他人也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吧？李宁玉家那个杨文说的那么溜，档案应该也不是伪造的。再加上他那死要面子、臭知识分子架势，一般人真装不出来。刘宗林一看就是个拆白党小白脸啊！吴志国刚一动手，他都吓瘫下了，怎么可能会是共产党的间谍呢？还有金生火。您看他对女儿的紧张的样子，也没什么可怀疑的。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你没说实话。大佐，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金小姐，刘宗林、老潘、张四伟，明明每个人身上都有伏笔，你是没有看见，还是想吸吗？没有，大佐，我是真没看出来什么呀。大佐还请您赐教。刘宗林真的是演员吗？据我所知，英国演员都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骄傲，教授戏剧也大多以莎翁的原文台词做开篇。跟英国人学过表演，听到莎翁的台词茫然无知，可能性有多大？大佐，我连北平都没去过，我怎么知道谁是莎士比亚呀？
那老潘呢？那个迂腐可笑的知识分子，竟然连一流的杀手吴志国的子弹都躲过去了。那一枪，甚至连我都很难躲得过。这么大的一个破绽，王处长却视而不见。大哥，我当时被吴志国胁迫，我自身就难过。好借口。金若娴呢？金若娴能有什么嫌疑啊？她不是关小姐，她是妓女。这是贵国妓女陪客喝酒时的习惯动作。一个军统要员的千金，怎么能是一个风尘老妓？而且还缠了足。我那小冤家不喝酒，到时候麻烦王处长给弄杯茶就行。哦，怪不得金生活反复跟我说，千万别让他女儿喝酒，千万不要。哦，大佐，都是属下眼拙，真是没看出来。所有人都辨别不出妓女，你王处长也绝不可能看不出来。裘老庄主死了以后，生活所迫，裘大少爷把裘庄的西楼租借出去了。承租人开了一家妓院，妓院老板姓陈，苏州人，绰号陈三皮。你跟陈三皮什么关系？你现在可以不回答我，最好不要到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来告诉我，啊。这台德国钢琴是钱司令专门为宠爱的二太太所制的，也只有二太太会弹。哎，钱司令在的时候，李上校不止一次出入过裘庄，应该见过他吧？不，听说那位二太太生性孤僻，不见外人。哦，这就难怪了。这架钢琴。不知在哪个琴键的缝隙中，还藏着一把致命的刀片。这样的二太太啊，得宠太多，积怨也多啊。白秘书似乎对裘庄知之甚详。金处长，你说这窗户有多高多宽啊？高应该是在2米到2.1米，宽应该是1.3米吧？哪有1.3米？1.1米。谎言毕竟瞒不过聪明人，更何况李上校您这样的天才。不瞒李上校，我了解这裘庄的一砖一石。如果你想逃出这儿的话，或许咱们还可以做个交易。我喜欢交易。李上校当然喜欢交易，
因为世界上一切交易，无非是数学。不，交易是交易，最重要的还是规则。但是和您这样的数学天才做交易，规则越巧妙，我就越没有胜算。所以我选择最笨拙的规则，一句我的机密，换一句李上校的机密。李上校，我的机密对于你来说，很可能攸关生死。就算攸关生死，作为向党国宣过誓的机要人员，我也不会拿自己的工作机密跟你做交易。我对你们机要处的业务不感兴趣，我只对你感兴趣。李上校，我说一句裘庄的秘密，你就要说一句自己的秘密。白秘书是有名的档案柜，对总队的个人隐私背景了如指掌。还想问我什么？我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女人。不瞒李上校，金处长已经勾连我和顾小梦，要把吴大队推为替死鬼。归根结底，不还是因为李上校第一个就指认了吴大队吗？我没有指认任何人，我只是实话实说。吴志国确实向我打听过破译密电的内容。不用跟我玩弄逻辑游戏了，李上校。自打我们到了这个裘庄，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多一点坦率，少一些伪饰，不好吗？第4个了。你说什么？一直痴情于你的吴大队，恐怕马上就会成为第4个死在你手里的男人了。哎，不，潘先生还活着，是第3个。他是知道的，他吴大队长一定知道自己不会活着走出裘庄，但他还是要为你杀人。所以我想知道，之前的几个男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死得其所呢？我看金处长不会也死于您李科长之手吧？简而言之，你是想探问我的感情经历？是用你的传奇故事交易所有和裘庄有关的秘密，你愿意吗？他姓周，我老家大乡绅的独子，是我名义上的第1任丈夫。可是我跟他并没有实际的关系，因为拜完堂的当天，他就帮我逃出了周家，卖掉了我们订婚的钻戒，把我送上去德国留学的汽轮。可是他并没有等我回来，在我回国前的半个月，他遭遇了车祸。但他们都说，是你抛弃了未婚夫，才导致他自杀的。哦，流言虽然荒唐，但还是诱人耳语。就比如说，流言中那富可敌国的裘庄宝藏，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宝藏，你有什么证据？证其有意，证其无难。我没有证据，但是李上校试想，这么一笔庞大的家财，裘老庄主怎么会不对自己的继承人说明呢？就算是死于非命，无暇交代后事，裘家大少爷当年差点把整个裘庄都刨开了，前虎翼司令甚至还请你把整个裘庄上上下下破译了个遍。找到裘家宝藏的密码了吗？
裘家的后人都去哪儿了？这是第2个交易了。我的第2任丈夫是得肺结核死的，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很英俊，也很有才华。空谈理想时尤其吸引人，可我恨他。为什么？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撑不了多久，他自己没有了前途，也不再考虑我的前途。理想主义者都是最自私的，除了理想，不会为任何人留下活路。裘老庄主有3个子女，长女长子都是前妻所生的，一个嫁去了日本，再无音讯；一个在日军占领杭州的前一夜就仓皇出城了。哦，据说他还是共产党。那个小少爷呢？他好了别动，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许看，不许出声。还活着。但他并不是刘中队，刘中队只不过是前司令找的一个冒牌货，想要蒙骗过忠心耿耿的老管家，套出他们所以为的裘庄宝藏的秘密。但很快就被老管家识破了，而再加上我又无意中看出了破绽，前司令就只好赶快把刘中队调走了，估计早就已经被灭口了吧。裘老庄主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的2儿1女竟然会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真正的裘家小少爷去哪儿了？第3个交易，我是在他的葬礼上遇见老潘的。我穿了一身黑衣，他看着我对我说：“永远不要穿黑夜的颜色，因为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就因为这一句话，你就嫁给了他？还是因为他是英国驻华大使馆里的高级翻译？当然，男人的光彩来自自信，在一群哀哀戚戚的人里，只有他意气风发，就像是冬天里的太阳。我喜欢跟这样的光源在一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下去都需要自己的阳光，不是吗？那李上校一定在这阳光里获得了不少的好处，通过这位新贵丈夫，结交了不少英美驻华要人。民国26年，许格森大使在被日军低空扫射致重伤，那个时候潘先生在吗？白秘书问这个干什么？我的一个兄弟，曾就任于军统南京站，也在这场袭击中受累，死得不明不白，生死之交，我必须得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丢的命。日本人要杀的，并不是许格森大使，而是蒋介石。当时上海仗打得紧，蒋公想要赶往前线督战，为了保证安全，白崇禧建议他乘坐许格森大使的专车前往上海。没想到消息泄露了，日本人错把车里的大使当成了蒋介石，不惜与英国交恶，也要狙杀。当时老潘不在场，但大使受伤后，他受了大使的委托，全程参与了与日本人的交涉，还有南京政府的内部清查。据戴笠的调查，情报是一个叫黄俊的泄露给了日本女间谍南藏云子的。他是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就是跟白秘书同行。满意了吗？
果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等凡人一辈子也解不开的生死之谜，原来只不过是要人们饭后的笑谈。那当潘大翻译失去了大使馆里的职位之后，也就失去了吸引你的阳光了，对吗？是他自己变了。你现在看他，身上还有一丝光彩吗？李尚香，你是我所见过把趋炎附势4个字说的最动听的两拨人，不是在女人里。裘家的小少爷曾经回来过裘家，对吗？他回来过，但是物非人也非。裘庄已经落入到了钱虎义的手里，还有他的爱人。他的爱人，钱虎义的二太太。那是老管家的女儿，是他青梅竹马的玩伴。钱虎义是裘家小少爷杀的。为什么？为了夺回裘庄和他的爱人。老管家是二太太的父亲，又对裘家忠心耿耿，一定会全力以赴配合他们。于是他们就杀了人，或许还取走了裘庄的宝藏，一起远走高飞了，对不对？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故事，但只可惜，这位二太太就和李上校您一样，认定了当一个男人失去了他原有的光环之后，就再也不是那个男人了。最危险的刀片，就藏在最优美的音符里；最致命的杀机，就在女人说着情话的嘴里。我说的对吗，叶尚香？可像我这样暗藏杀机的人，至少总能活下去，不是吗？李少校，无论你相不相信，我依然希望你可以活着走出裘庄。那位二太太也活着走出了裘庄，对吗？欢迎光临。一杯咖啡。你好，请慢用。老汉同志被捕的原因，看起来和身份暴露无关。看起来
什么意思？在他被捕的第2天，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的人又重新从警察局调出了邱庄命案的案卷。说说你的判断。这是敌人拙劣的障眼法。老汉同志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了，应当马上切断和他有关的一切情报线索。还有什么？还有老汉同志不可能再恢复工作了。为了确保信息链的畅通，我建议组织应当马上启动预备人选，而不是10天以后。我已经充分做好了调整工作的一切准备。你的工作就是绝对服从组织的一切安排，还有7天时间。真是难得的美人呢。怪不得钱虎义一直把他藏得严严实实，谁也不让见。你说咱们把他藏在球庄里，他算不算故地重游了？王处长，你是怎么认出她是二太太的？不是都说整个司令部里没有人见过这金乌之交吗？哈，属下也不算真的见过，只是见过他半面。半面？属下有幸见过这位二太太在窗户上半张脸的影子。真正的美人啊，哪怕只见了这半张脸，一直忘不了。王处长对美人的鉴赏功夫，我是信得过的。明天就把风声放出去，说这位二太太已经被捕了。记住，一定要强调，她是因为钱虎义被捕的。大佐，不是您吩咐的，一定要秘密抓捕吗？已经3天了。共产党再蠢，你以为他们会相信这位二太太进警察局只是为了喝茶吗？哎，好，哎，好。大头，哎呦，老王，现在是菜卖完了？卖完了。哦，吃点啥？老三样，来一份。哎，好嘞。霉豆腐还要吗？要，怎么不要？球庄点名要的。好嘞，来吧，老王，你的老三样。号外！军方要人冒死球庄，凶险恶妇终于落网。号外！先生要报纸吗？来份报纸。多少钱一份啊2毛。都给你。谢谢。号外！军方要人冒死球庄，凶险恶妇终于落网。号外！潘先生，又用电话了？是啊。抱歉。哟，宋老师，这期的家园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就等您来拿了。谢谢。又是咖啡香。又是臭豆腐香，哎，你别说，这霉豆腐味道真不错。香啊！虽说是在接受调查，被捉鬼，但是说实话，白秘书。这儿的待遇真不含糊。哎，
这出去之后啊，你得跟张司令好好说说，咱那食堂得收拾收拾了。你瞧瞧那几个厨子，长得比总务处廖处长还肥呢。金处长，这个时候您还想着出去呢？快吃你的霉豆腐，这味儿我可闻不得。无所谓，金处长人家这是相信自己肯定能活着走出去。哎，不过金处长啊，您也真是个奇人，既品得了法国顶级红酒，又抽得了这美洲特制雪茄，还咽得下去街边的霉豆腐。真亏了您这张什么都能吃得下去的好嘴啊！怪不得说起话来颠倒黑白，翻云覆雨。我说的是不是，吴大队？这吴大队一辈子说的话，估计还没有我1个月的梦话多。李上校，您说呢？只怕他杀的人比你见的人都多，少说点话，保命。多谢顾省委的提醒。好了，再去睡个合拢觉。要是王处长再提审的话，麻烦了再把我叫起来。难得享受清闲啊！李科长还在研究外汇，看样子自信能活着出去的不止我一个。小孟，瞧瞧，这才叫沉得住气。外汇交易不过是种密码游戏，我既然是个破译人员，就该把任何数字都当成密电来破译，哪怕是快死了，也不例外。这多年前，中统有位破译专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破译了香港渣打银行的金库密码，一下子就盗走了几十万英镑的巨款。李上校听说过这些事儿吗？孤陋寡闻，不知道。虽说军统和中统势不两立，但连戴老板都由衷的佩服，中统内部确实有很多天才奇人呐。除了这位误入歧途的高手，当然还有那位青灯。青灯？对，就是10年前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和我交手的那位。那可是顶尖的。处长不是说过，军统、中统分际如隔山海？你对那位对手的情况一无所知吗？我查过，
她是徐恩曾的心腹，年少成名，对于抓捕、破译、营救和侦查都有极高的天赋。10年的间谍生涯，据说只有一败，就是和我交手的那一次。想在金处长手里抢功，能不败吗？惭愧惭愧，只可惜我对于他也就知道这么多了。哦不，我还知道一点，就是他身上一个很私人的特征。就是紧张的时候，他左耳会动。当年我只看见了他半边侧脸。我请教了美国来的解剖学专家，人体一共有639块肌肉，其中这耳廓上的3块肌肉是不能动的，除了少数人例外。这一部分人大多是因为遗传造成的肌肉痉挛，但也不会超过几10万分之一。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对自己的身体控制能力极为出色的天才，比如超级间谍。超级间谍就能超越人体的生理结构，抖动自己的耳朵。这理论真有意思。那我想请问金处长，那位青灯是您的手下败将，您才是比他更出色的间谍。金处长的耳朵会动吗？这表面上看，他是左耳，我是右耳，但我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紧张的时候会动，而我无论是紧张还是兴奋，都可以让他不动。说笑话，说笑话。说实话，这位青灯倒不是什么我的手下败将。10年前的上海兰心大剧院，我倒是被他利用了一次。不是失手，也不是时机判断错误，他是利用徐恩曾戴笠之间的明争暗斗，故意放走陆勋章的。我一直都想不清楚，他不惜暴露目标，提前动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惑了我整整10年了，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敢问，你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吗？金处长，您是不是又寄养了？跟我们说话又像审判官一样。别忘了，您现在和我们一样，都是被审之人。说的没错，就因为我们现在是被审待死的阶下囚，才要把这个困惑了我10年的问题搞清楚，免得风里浪里熬了半辈子，最后倒成了个糊涂鬼，多冤呐！
金处长困惑了10年，也找不到答案。我们听故事似的，又怎么可能会明白呢？也许原因只有那个青灯知道，或者徐恩曾才会知道。不过还是劝金处长一句：因果，有时求不到因，就退而求其次，守住个果。你说呢？李上校这些话说得透彻，求不得因，就守住个果。这青灯为什么放走中共的高级间谍，这不重要，要紧的是那次抓捕陆勋章失败之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高级间谍逐渐失去了徐恩曾对他的信任。有一天，他突然假死叛逃了。没有自己，没有身份，没有指纹，这就是一个叛徒的代价。当然了，假死是蛮不长久的。这数年之间，徐恩曾派了大量的人力要抓回这个叛徒，但他一直杳无音信，生不见人，死不见鬼。李上校，你不觉得奇怪吗？金处长不是说过，不管是姓戴还是姓徐，为蒋介石卖命的间谍分3种，最高密集的是透明人，非生非死，无声无息，走在太阳底下也见不到自己的影子。青灯这样密集的透明人消失了，又有什么可好奇的？我倒劝金处长替这位青灯担心之前，先保证自己不被定为老鬼。说的没错，冤鬼也好，老鬼也罢。小孟，我看此时这囚庄里的每个人，这心里都有鬼。那您觉得我心里有鬼吗？今天的魔术好看吗？ Welcome to the magic show. This night will be full of surprises. It will be full of mystery. Oh! 金生活的推测是正确的，消失的那位顶级特务青灯，就是我的丈夫，前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潘汉卿。只是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做李明成，我异母同胞的哥哥。哥，哥，你怎么了？从这刻起，青灯已死。你要去接头的上级，已经被代理的人逮捕了。你现在必须切断跟他们的所有联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不失败的战士，也更不会有永不暴露的间谍。费德里奥第一木咏弹调，这是我们兄妹之间的危机暗号。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弹起此曲，是陆勋章被捕之后。也就是在那天，我发现与陆勋章接头的中共情报人员，居然是自己的妹妹。第二次弹起，是我假死逃离组织，以老潘的身份开始新生的那一天。第三次，当我来到邱庄，在东楼大厅听到他再次弹奏这首曲子，我知道，这是在警示，也是在求救。钢琴曲无法向老潘传递所有的信息。金生活既然洞悉了哥哥的真实身份，距离破译出我身上的机密，也只有一步之遥。他成了比龙川肥原和王天香更危险的审判者。进入邱庄已经是第3天了，黄雀一定在全力调查整条情报线，而且步步逼近。要救妹妹，当务之急是跟她的上级取得联系，但我却对她的组织一无所知。长久以来，尽管兄妹情深，他却无时无刻不牢记，我是曾在敌营效力10余年的高级间谍，而我也自觉回避他的任务。我翻遍了他留在家中的所有物品，想尽一切可能寻找蛛丝马迹，却一无所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黄雀名副其实，极度危险。再不采取行动，我的下线老汉，甚至上级老枪，都面临着全面暴露的危机。我必须尽快查出黄雀的踪迹。身陷牢狱，却要追查一个在牢狱之外毫无踪迹的透明人间谍，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然而，这是我作为老鬼必须完成的使命。真是美人，可惜了，就好像大佐说的，卿本佳人何必？是卿本佳人，奈何为贼吧？哪个大佐？他见过我？驻上海特务机关副机关长龙川肥原大佐，之所以会把你也请到邱庄来，就是因为我们要找到你的同党老鬼。看看吧，你们的情报传递方式、密码都已经被破译了，没指望。我劝你还是好好合作，争取把坏事变成好事。那请教王处长，
怎么把坏事变成好事呢？告诉我们老鬼是谁，还有谁是你们的上级老枪？交易的条件呢？我保你平安无事。仅仅是平安无事吗？你还敢跟我讲别的条件？陈三皮，原名不详，苏州昆山人，民国5年，其父陈之环受雇于裘庄。你给我闭嘴！现在是我在审你，我问你老鬼是谁，你别胡说八道。是，现在还是。但是王处长，像我这样的共谍要犯，你们的龙川大佐迟早要亲自讯问我的，绝不会由你审讯完话了呀，就把我推到万人坑前头枪毙。这到时候啊，说还是不说，由不得我，更由不得你。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可别忘了，这里是裘庄。你还口口声声叫我二太太，这钱虎翼告诉我的秘密啊，可不止这一桩。你还知道些什么？全都告诉我，我保证让你安全离开这儿，再带上一大笔钱，去花旗国过自由的生活。啊！你好好想想，自打我把你抓回来，除了限制你的自由，我哪一点亏待了你？你可以相信我。相信，我当然相信王处长。我相信王处长隐姓埋名，忍辱负重，绝不是为了帮助日本人抓几个特工的。追查那笔裘庄的财富才是正题。唉，这油锅里捞出来的钱，一分也不会分给外人。所以啊，再怜香惜玉，你也绝不会允许我活下去。我说的对吗，陈三皮？聪明，你可真聪明。先是炸我，然后烤我，到最后逼我，差一点就被你反客为主了。只可惜啊，你这张嘴再厉害，总厉害不过我的鞭子。来人，给二太太看看什么叫西洋角。报告，处长，处长，老鬼蠢出的情报，哪儿来的？这是昨天寄到他家里的。大佐看了？还没有。赶紧叫人来，别让他死了！是，回来啊，回来，情报！到了。
21日9时，日本军部三浦中将由2号码头抵沪，老鬼。老鬼选择了最不安全的邮寄方式来传递情报，还留下这么一个署名，有意思。那位二太太看到的时候有反应吗？反应非常激烈，差点都吞下去了。大佐，其实要说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偶尔留下痕迹也是正常的。也可能，这是老鬼在紧急情况底下亲自联系他才留下的，所以这上面的字应该是老鬼的真实笔记。王处长的意思是要查验笔记。如果对不上，那就是假的；如果对上了，可就假不了了。如果是真是老鬼的笔记，你以为他还能让你查验到他的真身吗？属下明白。不过大佐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老老实实的亮出自己的真实笔记。家书，这命都没了，写什么家书，报什么平安？顾政委，话可不能这么说吧？打进裘庄那天夜里，我就告诉过大家了，这老鬼只在你们5个人当中的一位，剩下的都是同志战友。审查结束之后，更是揪出老鬼的功臣。别的不说，就说这桌菜，哪怕张司令平日也吃不上吧。龙川大佐和我王天香并没有在私情上刻薄大家吧？何止是没有刻薄大家，王处长是太过于周到。昨天把各位的家属都请过来吃晚宴，我还交代王处长，小女不能喝酒。可王处长还是特意安排了好酒。你们想想看，一顿晚宴就能吃出这么大风波来，真要把这报平安的家书寄回去，那还不得出人命啊！王处长啊，我倒是想写，可是您求了我整整3天了，我这瘫在病床上的老叔公，恐怕饿都要饿死了，还报哪门子的平安呢？哎呀，这样我就有些难办了。好，那我就不瞒着大家了，写家书报平安是假，核对笔记才是真。各位的原始档案，从中学毕业直到入职司令部，我全都搜集到了，一张草纸都没落下。再完美的潜伏计划，也不可能从出生就进行吧。也就是说，老鬼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备齐了所有档案，一定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所以，内容你们随便写。不过呢，我们一定得用自己的真迹。如果一笔一捺对不上了，那可能就要进王处长的审讯室了。好了，我现在就回房间，完成王处长布置的功课。哦，对了，我多一句嘴啊，金处长的字儿咱就免得验了。人家这笔字儿不比汪主席的差，有人想伪造的话，伪造得来吗？老汉确实被捕了，却并没有叛变。那张字条是我和老汉早就约定的机关，我刻意模仿了5人中某人的笔记，为的正是危急时刻可以李代桃僵。只是走出这一步对我而言，难免痛苦。进来，玉姐，是我。你看，王田香给我的钢笔是坏的。你说这人是坏的，笔也是坏的。我记得你进裘庄的时候有多带一支钢笔进来？
这可是我的旧钢笔啊，用笔人的书写习惯和笔尖的磨损程度，可是会在笔迹鉴定中留下痕迹的。你就不怕？我当然不怕。如果我怕的话，我就不会过来管你借钢笔。而且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是什么老鬼。你说龙川这鬼子，说精明也是鬼精明，说傻也是真傻。如果我是老鬼的话，我肯定一早就模仿其中一个人的笔记，然后让他当我的替罪羊。哦，那你会找谁呢？吴志国，谁让他对你心怀不轨？我走了。我相信王处长隐姓埋名，忍辱负重，绝不是为了帮助日本人抓几个特工的。追查那笔球庄的财富才是正题。王处长，这份笔记的吻合度很高。果然是他。大佐，鉴定结果出来了，就是他。王处长，你真正工作的时候开始了。是。吴大队，你这个硬汉还真是名不虚传呢，打死都不说。可是我手头这份证据对你有点不利。你看啊，那笔记专家检测的结果，你和老鬼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连金生火都说。我金某对书法略通一二，这两处笔迹，勾连曲折、比例断续，这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是第二个人写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白小年默写的你的功劳簿。王处长最擅长鉴别真伪了，还有比这真刀真枪的功劳簿
更能鉴别真迹的东西吗？有趣，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可为什么抓的都是老蒋的小鬼？只有2次是和中共游击队作战，还全都是败绩。哼，吴大队长，你实在是高明啊！杀蒋不杀共，既给自己立了功劳，又替共产党报了皖南内脏事情的仇。你是大功臣。还没说完，连顾小梦都指认。有一次，他突然闯进玉姐的宿舍，我在。他干什么了？他威胁玉姐，让她不要不识趣。在密码传的时候，他吴志国还向玉姐打听过密电的内容。现在想想，他是怕被拆穿。吴大队长，4个人有3个人都指认是你们，拿一招了吧？啊！住手！他有可疑的地方，我不说，是因为他不太可能是老鬼。我什么时候向他打探密电？我什么时候向你打探过情报内容？为什么你对我也要说谎？这2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在说谎，说谎的那个就是老鬼。告诉王天香，停止审讯吴志国。是。吴大队，你可以不说，我有证据。大佐，您终于来了。李上校是听见脚步声辨别出是我的吗？不愧是天才啊，信息处理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是一流的。大佐把我想得复杂了，我只是看到地上的影子。知识越多，有时候反而愚蠢。你们古代有个哲学家讲：“智慧出，有大伪。”看来确实有道理。大佐似乎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那倒不是，我只对文学感兴趣，不拘于哪个国家。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或许我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战争总会结束的，希望有一天可以拜读到大佐的作品。啊，很有可能我的第1部作品写的就是这场裘庄捉鬼。大佐会把我写成怎样的女人？一个美丽而又危险的女人，聪明绝顶、极尽魅力的女人，就像这地狱之火中盛开的曼陀罗。看来大佐已经听过有关我的传闻了。曼陀罗听起来很美，但对我这样的女人，中国人倒有一个很刻薄又到位的称呼，叫黑寡妇。不，我从来不相信那些传闻。在我眼里，李上校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人嘛，难免会趋利避害。比如说今天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所有人都指控吴志国，恍然大悟，他就是老鬼。唯有李上校一个人在王处长面前保持了沉默。这份风骨和情谊，真是难得啊。大佐又把我想复杂了。数学家是纯理性的动物，感情不能取代公式，只会干扰运算的结果。所以，我指证吴志国向我探问密电内容也好，不赞同这次笔迹鉴定的结果也好，
都跟情义风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理性推理的结果。按照理性推理的结果，你认定吴志国不是老鬼的？又错了，我只是判断，这次鉴定的笔迹相似，并不能坐实吴志国就是老鬼的嫌疑。很简单，真正的老鬼应该不会蠢到用自己的笔迹传递情报，更不可能还留下痕迹。很有道理。那按照李上校的理性判断，会不会是吴志国周围的人，或是真的老鬼，模仿他的笔迹逃代李江？比如说，公认的书法家金处长。这就已经超越了我的推理范围。不过兵法上说，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许老鬼故布疑阵，也未可知。大佐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我就先告辞了。一向把理性远远放在感情之前的自己，居然会面临如此理性无法判断的选择。金生火对于老潘真实身份的刺探，对我是严重的威胁。吴志国还是金生火，我必须做出选择。笔迹专家已经再次确认过了，李宁玉的书写习惯和用笔力度，都和老鬼完全不符。真想不到，像李宁玉这样的一个破译天才，竟然还是一个不逊于专业画师的素描高手。这样的人怎么会屈就于一个小小的剿总司令部？所以，这次笔迹的试探完全失败了。他这样的人，对于形状、线条、笔画力度的把控要远远高于常人。他要是临摹效仿别人的笔迹，绝不可能留下自己书写的痕迹。大佐，您的意思是，最值得怀疑的是李明玉？可是我觉得他说吴志国那些话，似乎还是有道理的。岂止是似乎，是太有道理了。吴志国如果真的是老鬼，不应该犯下这种低级的错误。所有有脑子的人都会这么清楚的想。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金生火、白小年、顾小梦三个人竟然同时指控吴志国。大佐，他们三个说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吧？你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王处长？是这样吗？
你还是先看一看金生火的履历吧。当年他的手下抓了多少中共甚至日方的间谍？像他这样一流的间谍捕手，怎么会轻易相信像老鬼这样的顶级特务会留下一个带署名的字条的破绽？王处长，你看这个，白小年的这个功劳簿，杀人无形。